台上骤然跪倒，孟子义下一句震惊全场。李云瑞的举动加丁禹兮的远距救场，被网友夸成名场面。3秒静止，舞台中央的空气像被按下暂停键。12月的海口夜晚，空气湿润，咸湿的海风从舞台侧面吹进来，灯光把整个星光舞台照得像白昼。观众席人头攒动，荧光牌晃动成一片海，手机镜头亮成密集的光点，像无数双眼睛在等待着下一个瞬间的发生。就在这样万众注目的时刻，孟子义踩着那条临时加重的鱼尾裙，缓缓迈上台阶。他的步伐看似优雅，却带着若有若无的谨慎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那个裙摆的重量让每一步都像踩在细线之上。高跟鞋的细跟刚触到台面，那一点点没站稳的重心，加上被海风吹得略微潮湿的地面，让意外来得毫无防备。裙摆一半，他整个人直接跪倒在了舞台中央。那一刻，全场像被抽走了空气。前排嘉宾瞳孔放大，台下观众倒吸一口气。李云瑞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冲上前，伸手却因为距离太近差点被带倒。白鹿和程磊当场愣住，眼里写满了这能救吗的惊慌。最远处的丁禹兮也下意识伸出手臂，明明隔着几米，却还是控制不住那种想把人护住的本能。后来网友笑称那一幕是全员守护名场面，但当时的空气一点都不好笑，而是凝固到能听见心跳。因为摔倒就是摔倒，被看见的狼狈永远最刺痛人。可真正让人难忘的，从来不是他跌倒，而是他之后的选择。3秒站起，一句话反转全场情绪。他跪倒在舞台中央，但只用了不到3秒就重新站了起来。没有慌乱，没有逃避，没有四处张望寻找台阶逃离，他只是深吸一口气，稳住情绪，抓起话筒，然后一句极其真实毫无包装的话脱口而出：我去年摔过，今年又摔，明年我一定不摔了。原本紧绷到极致的空气彻底被他戳破，笑声像潮水一样瞬间拍满整个场馆。那不是刻意准备好的幽默，不是人设里需要的可爱反差，不是经纪人提前写好的台词，而是一个女孩最本能、最诚实的反应。那一刻，她把尴尬变得可爱，把意外变成力量，把跌倒转成了勇气。这句话把她送上了热搜，也让无数第一次注意她的人产生了同一句感慨：她太真实了。更巧的是，这已经不是她第一次在同一个活动上摔倒。命运像是故意和她开玩笑，但她却偏偏能把玩笑变成亮点。后台的伤比她说的有点痛更真实。舞台后的灯光偏暗，风也更冷。她边走边捂着脸，一遍又一遍重复着：好丢人啊，怎么又摔了？然而下一秒，她却小跑着去处理伤口。她的膝盖因为直接跪地，当场红肿，皮肤破了一层，痛得她倒吸冷气。工作人员扶她，她却摆摆手说没事。她发的微博只有一句话：确实挺疼的，检查没事，就是特别不好意思。没有抱怨舞台滑，没有埋怨造型师，没有怪灯光组，没有推给任何外在因素。她把那一次狼狈当作一次普通女孩都会遇到，也要接受的意外。粉丝解释，那条裙子是临时加重，不是效果，也不是噱头。但这件意外却让更多路人第一次意识到，她不装，她真，她不是被命运托起的那种人。娱乐圈里，有些人一出道就站在镁光灯中央，但孟子义不是。他演了26个配角，才终于等到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主角。这背后有许多别人看不见的细节。凌晨3点，在空荡的片场背台词，嘴唇冻得发紫，高烧39度，还撑着把最后一场戏拍完。武打戏被吊威亚勒到脖子一圈青紫，摔在地上，鼻梁缝了5针，第二天照常进组。他不是那种天生就闪光的人，他是靠一寸一寸努力挤出光的人。别人看到的是他摔倒的瞬间，却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些年跌倒了多少次，哭了多少次，咬牙坚持了多少次。从招黑体质到好感体质，靠的不是运气。他说过一句特别朴素的话：争取把期待变成值得。这句话没有包装，没有鸡汤味，却属于普通人最懂的那种坚持。
他不靠炒作，不靠话题，不靠撕扯，他靠作品，靠态度，靠时间。争议来时，他不吵，不骂，不反击，而是靠一次次更好的表现，让大家重新认识他。慢慢的，越来越多人发现，他不完美，但他努力得很诚恳。他不耀眼，但他一直在往光里走。那晚的舞台，他是唯一没有算计的人。那晚活动里，每一个流程都精准到秒，每一个镜头都有预演。唯独他的摔倒是意外，是没人预料，没人准备的。而正因为那是真实发生，无法被包装的瞬间，反而让整个画面更动人。没有刻意，没有表演，没有预设情绪，连他的调侃都不是节目效果，而是一个女孩最自然的反应。光是这一点，就让无数网友说，我忽然觉得他挺可爱的。一次意外，暴露的是他多年来积累的力量。人们喜欢他，不是因为他摔倒，而是因为他摔倒了能站起来，站起来还能笑，笑完还能继续走。他不是天赋型，也不是幸运型，他是那种靠毅力慢慢把自己推向更好位置的人。别人看到的是他舞台上的那2次摔，但他经历过的那些不被记录的跌倒，才是他如今站稳的原因。他的魅力、真实、自嘲、努力、不服输，他用2次摔倒证明给所有人看。真正让人喜欢的，从来不是一个永远完美、永远站得笔直、永远不会出错的人，而是那个会跌倒、会受伤，也会难堪，却依然愿意在所有目光下重新站起来，拍拍灰尘并继续往前走的人。他的真实是一种让人无法移开视线的力量，他的自嘲是一种坦然面对自己的勇气，他的坚持是一种越挫越强的态度，而他的不服输更是一种拥有感染力的独特魅力，让人越看越佩服，越想越心疼。这份魅力不是表演，不是设计，也不是包装出来的人设，而是他经历无数次摸爬滚打后真正长在骨子里的气质。他像是用每一次跌倒告诉世人，我可能会慢，但我不会停。我不完美，但我值得被看见。给所有人的启示，跌倒不可怕，不再站起来才可怕。每个人都摔倒过，虽然没有舞台灯光照着，也没有成百上千人在看，但那种狼狈、羞耻、疼痛，我们都懂。孟子义展示的不是明星的尴尬，而是普通人在失败面前最真实的模样。越真实的人，越有力量。他让人相信，摔倒不是终点，重新站起来的那一刻，你才真正开始被看见。感谢你愿意读完这段真实故事，感谢你花时间读到这里，感谢你愿意把目光停留在一个努力、真实、坦诚的女孩身上。希望这个故事能给你一点力量，让你在自己的生活里也能无惧摔倒，重新站起。如果这段故事触动了你，欢迎点赞、订阅并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你的每一句评论都是继续讲述更多真实故事的动力。期待在下一个故事里再与你相见。